我要上镜，不然举报你。哦。自从我们读了上一次小学生评论 1.0 之后，就有很多人来发各种要我们送东西啊，我们这有100块钱要送给你，然后说我是仓鼠笼子，请送我小学生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音乐云，我们又来读小学生评论啦，这是小学生评论2.0环节。好的，这一次我们的小学生评论又升级了，对不对？升级了不同的品种，我们整整有10几个大类来读给大家听。这是上次读了小学生评论之后，这一次经常有很多人私信给我们说要求我们读他评论。你看，再把你送给我 ，up， 我喜欢你100年了，可以把你送给我吗？大爷，我喜欢你15年了，可以送给。首先我是哥哥，说了很多遍叫哥哥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比较特别的啊，这里有个要钱的。哥哥你好，我是一个小学生，我想捐钱，但是家里贫穷不能捐。你捐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的那一份也带上？你这是要我捐钱给你，还是我捐钱人家？我不是很理解啦。哥哥能不能给我648？我离家出走了，身上没有钱，花了600块钱买火车票回家，花8块钱买个肉夹馍。可不对呀，还有40呢，账没报清楚啊。你好，能不能给我1块钱？求求你了，只要你给我1块钱，我会关注你的。哇，这个获客成本很低啊，1块钱一个粉丝啊。我10岁，星座巨蟹座，小学3年级，住在什么什么。我跟你们说过很多遍的同学们，千万不要把你的地址随随便便给其他人。虽然我是个好人，但是万一你们发到了一个坏叔叔那边去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不要把自己的私人地址发给人家哦。OK， 小朋友乖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搞笑的小学生们。你好，我是傻瓜。我不知道怎么评论你，我只能为你鼓掌。牛逼！帅哥，合葬嘛，要不你选地方，我找盒子。都是人才是吧？为了让我读一个你们的评论啊，叔叔，我爸是陈瑞，我要分进你账号。这位大爷，要不来我家喝点茶呀？你想吃什么饮料啊？吃什么零食？我给你寄呀。你好，我在你家门口，请开下门。哎，我来，开个门，开个门。没有，他是骗我的。妈的，我还真的会去看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会去开这个门。我太敬业了。小夫妻，你要是回我，我就倒立吃奥利给，在家洗头，在家喝奥利给，肯定不会回复我的，对吧？请直播给我们看，谢谢。我是一名朱元璋，我看上了上海的一栋海景别墅，能帮我买下来吗？日后我一定封你为开国大将军。我是一名朱元璋，这个词汇是第一次听见。哎，这个一看就是小学生评论啊，100%小学生。你可以再买一个布娃娃给汤圆或者仙女玩，这样他们就喜欢洋娃娃，打架的时候看见洋娃娃就不会生气了。很神奇的小学生的思想，因为他喜欢娃娃，所以他觉得猫也喜欢娃娃。小朋友真的不是这样的。爷爷，你能更新吗？我说多少次叫哥哥，在吗？我是小孩。哦，这个很明显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评论好不好？要猫的，哎，这个明目张胆哈，上一期有这样的，猫给我啊，请字都不说，猫给我，牛逼！这位爷爷能不能把人家桃子？我已经不想看了，我是个小学生，我不想看了，好吧，又是叫我爷爷，又叫我给桃子，给我一个猫呗，反正你们有那么多，哪个都行，求求你了。那就是很正常了，银行有那么多钱，为什么银行不给点钱我呢？马化腾叔叔这么的富有，为什么不给我们每个人的账号里面都氪金呢？小朋友这个思想不对啊，不是有人家有钱就一定要资助给你的啊，不可以这么想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有一些恶毒的诅咒啊，接下来大家要擦亮眼睛，因为这个东西呢可能会有的时候很气人。祝你没什么，就是全家得肺炎啊，不是你什么也没看到，我也其实不了解它这个东西到底是想引起我的注意还是什么，但是同样的祝福我也祝福给你啦。然后他妈的仙女就这么重要吗？比饭团还重要吗？如果他自杀的话会怎么样？我指的是饭团。其实这饭团真的很好的，把饭团抱过来，来把饭团抱过来。我不要太爱我的儿子啊，好不好？儿子来，儿子，哎呦，
儿子啊，他们说爸爸对你不好，爸爸可爱你了。爸爸爱你哦。你可以走了，谢谢。我们来读一读这个。我要是去你家的话，我爸妈找不到我就会报警，然后警察就会找到我家，然后我就诱拐儿童被关进监狱，就不能做视频，然后出来会被骂，然后得了抑郁症就自杀了。这样都怪我向你要你家地址。小朋友，首先你得要得到，好不好？然后哥哥你好，怎么不给桃子配一个男朋友？我看到他和饭团汤圆不会吃醋吗？这还是一样啊，用人类的思想去考虑猫咪的问题啊，猫咪不会这样啊，猫咪也独居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肯定小学生，因为他自己说的啊，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，举报是没有用的，随便你举报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小学生，还好意思拍视频？那同样说法，你也不给我面子，对不对？彼此。刚才说了这么多东西啊，大家就会问啊，经常会收到各种乱七八糟的私信，我们会不会心里不平衡？这个样子会不会得抑郁症？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私信。这个私信问的就是你是怎么做到读那些私信不生气的？可以传授一下秘诀吗？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，这种网络的负面信息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？身为职业 UP 主，我们怎么办？那么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记得在《无敌破坏王》第2集的大闹互联网里面，曾经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，就是说互联网的第一定律，不要看评论啊，因为我们大部分是素人嘛，他们很难去承受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呀。所以怎么说呢？可能我们养的猫吧，这天生我们就比较乐观，比较开心啊。看了这种东西也就一笑而过，因为我毕竟跟那个人也不认识，他打嘴炮他爽啊，我把它读起来给大家笑一笑，大家也爽我也爽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有个问题说，因为看到了评论小学生那个视频，想问一下，你觉得小学生怎么样？我是觉得小学生真的是非常棒的啊！尤其现在小学生，我以前小时候还在那边打弹珠呢，现在小朋友还能玩王者荣耀，对，滚泥地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小学生他能看到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，但是因为小学生的思维嘛，他比较局限，他不能考虑到很多的东西。总体来说还是挺喜欢小学生的，因为他们这个思维，他们想问题的方式是我绝对想不到的，厉害，好不好？你好，前辈 UP 主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戴眼镜是为了帅还是为了眼睛？我是近视眼啊，近视眼当然要戴眼镜了。好，我们来下一个啊，这里有个叫要奇奇怪怪的东西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要一些什么东西。能把桃子拉的粑粑送给我吗？我家里没有口粮了。这个东西不是有一个人啊，还有好几个人呢。我们大家看一下，你能送给我闻一下你的屁吗？你好，你可不可以把你们家猫的屎给我一包下，做猫屎咖啡？你能把用过的猫砂给我吗？我想当晚饭吃。非常的厉害，老八狂喜！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直播给我看。这个人很厉害，救命！我得了绝症，3天之后就死，想死之前让你点个关注，然后再取消。至少你现在还有一台手机能发信息让我求关注，这个想法比我们还乐观。3天之后要死了，现在在求关注、求订阅，厉害啊！然后这个还是一样啊，上次也有这样的评论，我来读一些特别的。让我们做一些对猫咪奇奇怪怪的事。哥哥你好，可不可以整蛊一下你们家的猫咪？求求你了，我是你的铁粉，已经关注很久了，每个视频都点赞，希望哥哥可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。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整小猫咪呢？然后哥哥你好，可不可以养只狗和你家猫凑成一对，想看他们俩打架的样子？我也想看你跟狗打架的样子。你能不能在半夜凌晨2点看恐怖片和4只猫，看的中途还要下一下4只猫？我不知道你这个想法到底是哪来的，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可以晚上用在自己身上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半夜去吓吓你爸妈，肯定有不一样的效果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小朋友，鼓掌好不好？上次让我买洛川苹果，现在让我来买茶叶，你要不要买点茶叶养养生？我外公就卖，茶叶都很新鲜，我妈妈和我阿姨都很苦，每天炒茶叶炒到凌晨才能睡觉。小朋友，你忘记上一个小朋友做过一个很错的事儿，没有把他们家的店铺名字给我看呀。我还是会买的，好不好？把手机给我，来，人家主播都是让粉丝来买东西，我是让粉丝让我买东西我挺喜欢喝白茶的，那我就买白茶吧。OK，118块，我买了白茶。
小朋友又带货了啊，就是有点傻，没有把你们家的店铺名字告诉我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些无知的问题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无知的问题有什么。为什么桃子仙女出镜那么少？你是不是不喜欢她？你可以用桃子仙女做片头吗？这是我收到现在唯一一个看见说我不喜欢桃子的，快让我雨露均沾一下。哦，宝贝，他们居然说我不喜欢你。好的啊，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其他的啊，要送我们东西的啊，还有要送我们东西的啊。好，你好，爷是兰博基尼员工，爷在这里告诉你获得兰博基尼概念车一辆。你这个狗头加的有点多啊，朋友。在的话，请回我一下，我这有不要的东西，作业免费送给你，不需要回你。你不说最后一句话，我都准备记3年高考5年模拟给你了。好的啊，案例我们最后看一些正能量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了一些很无厘头、很无知的评论，好不好？但是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正能量评论要给大家看，大家现在看到的会比上面那些无知的评论多的更多的正能量评论，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就简短的读一下，好不好？有很多 UP 主为了火，直接用下猫、用猫叼仓鼠的极端行为来博人眼球，所以非常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保持初心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保持初心。UP 主，我看你读小学生，哎，这个心态也太好了，我心态是的确不错。UP 主的视频很有幽默感，条理清晰啊，称得上是上古佳作，白嫖了，把白嫖收回去，谢谢。希望你粉丝早日破1000万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。好的，感谢了这位朋友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太多了，以后每更新一个视频，我都会送上为数不多的硬币。原来你们私信这么多魑魅魍魉，太惨了，摸摸头。哎，还是有很多人关心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小哥在吗？关注很久了，我性别是女的，我是校长女孩，是校长的女儿吧？啊，这个说错可能是。有时间我会告诉一众班级，叫他们关注你的。感谢朋友啊，感谢，来，这个勾，感谢这位同学。好的，这里大概读到这样，因为其实我们心态很好嘛，但是有的时候看这些，哎，不要打架嘛。哦，桃子。我给大家说一个我实际的例子，就是之前有一个妈妈私信给我说，她的小孩子特别喜欢看我的视频，对，她的孩子喜欢看我的视频，然后说有一次听到我们说要不拍了要退圈的时候，他小朋友就哭了，说他很喜欢看范的小腹肌视频，如果范的小腹肌视频不拍的话，他会很难过的。而那个妈妈当时就鼓励我们也很感动，但我们有这样观众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继续的把我们的视频出下去，虽然我们现在更新可能会有点慢啊，因为我一个人做可能做不过来，太累了，对不对？头发快掉光了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么这里就是整个一期的视频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有更好的评论、更好的私信，我们会收到的话，也会做第3期的读评论、读私信，好不好？这里是音乐云文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就关注我们的小号吧；如果你喜欢我们家猫的话，就关注我们的饭团小夫妻。再见，拜拜。